小罗哎，太谢谢你了，你看我也不知道怎么表示你。康阿姨，我知道，如果您一定要谢呢，首先您得谢我们封主任，他很支持我们工作。然后呢，你应该谢谢我的助理，就是他黛西。那句法律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公平和正义，而不仅仅是判定合同的有效性，就是他说的。啊啊，这。哎呦，谢谢你了，谢谢助理姑娘了，谢谢了。康阿姨，这是我康阿姨，对不起啊，那个你们稍微打断一下。史上最贵退役陪审汽车案2审终审判决，被告赔偿原告11万元，还承担了31万1千元的诉讼费，神反转。老大，我建议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应该形成一个传统啊，那就是每赢了一个官司，我们大家应该一起来庆祝一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罗宾律师1周就得开个 party。不，我是说呢，像这种重大的官司实现了神反转的，我觉得这样应该形成一个我们的律所文化。我们要让公众知道，我们的律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律所。我们要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同时呢，应该让主管部门知道。律协呢准备表彰罗宾律师，为他扶持弱势群体做出的努力。我们律所呢已经上报了总部管理委员会，准备晋升罗宾律师为高级合伙人。哇！恭喜恭喜恭喜！那我呢？我刚刚为了咱们律所打了一个神反转的官司，1650万呢。娘哎，1650万呐！娘哎，那个小罗啊，你看我给你们多少钱合适？哎，这个事当初咱们也没说好，你康阿姨，您这个不需要钱，我们对您是法律援助。法律援助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是免费的，不要钱啊！是。娘哎，娘哎，小罗啊，谢谢你们了哈！康阿姨，不用老说谢，不用谢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哟，真是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了啊！那我们送康阿姨出去。好，让他送走你。谢谢哈，谢谢啊！康阿姨来，哎。你可以下班了。谢谢您。那我给您换杯茶吧。不用换了。那我把茶杯还有茶壶给您洗干净。不用洗了。可这是您定的规则，我必须要洗干净。为什么要定制规则？你懂吗？定制了规则，就是为了遵循规则。不对，制定规矩是一部分人制定规矩，然后让一部分人去遵守规则。可他们从来不遵守规则，还说自己是不按常理出牌。他们是谁呀？您好，您好，先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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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问您找谁？找我女儿啊。请问您女儿是？丽娜。不好意思，丽娜现在休假了。休假？上哪儿啊？抱歉，这个我们也不知道。那我找罗宾。先生，先生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你们这不是医院，预什么约？不好意思，罗律师特别忙，如果您没有预约的话，可能见不到他。他哪儿那么大谱的？先生，别多闪开你！保安，请上来一下。好，那什么，我给罗宾打电话，行了吧？我有的名片啊。他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他肯定在。哎，他伙同我女儿卖房子，不孝敬父母，什么玩意儿？赶紧让他们出来见我来。先生，有王法没王法？要不这样，您先在那边坐一下，我们给他的助理打个电话。我哪有那耐心呢？赶紧的。
喂，罗律师今天在律所吗？罗律师今天出庭了，不在，怎么了？前台来了一位先生，他态度特别强硬，他一定要见罗律师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先生，我已经给罗律师助理打过电话了，罗律师今天确实是在出庭。什么出庭不出庭的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今天必须得见到他。怎么了？黛西，哎，这位是罗律师的助理黛西。您好，请问您找罗宾律师什么事儿？他为什么躲着我？不敢见我呀？对不起，他不在律所。什么律所拦所的？你赶紧把人叫出来！我刚才给他打电话，为什么不接啊？不敢接是吧？法庭上不能接电话。那你告诉他，他要是敢把我女儿房子卖了，让我无家可归，我住他们家去。那除非罗律师同意您住他们家去，如果他不同意，对不起，您还真不能住他们家去。我为什么不能住啊？啊，你说不能就不能啊？你是谁呀？违背住宅内成员意愿或无法律依据进入公民住宅，或进入公民住宅之后经要求退出而拒不退出的，被称为非法侵入住宅罪。乱七八糟的，我不懂。我告诉你，你别跟我这卖弄，你读过书上过学。我读书少，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罗宾不在是不是？行啊，带我找他们领导去。对不起，你别老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的，你马上就带我找他们领导去。不孝敬父母，天理难容啊！还有人管没人管了？他宁可把这房子让那野男人给卖掉，也不让他亲爹住，天理何在啊？是您抛妻弃子在先吗？谁跟你说的？是罗宾还是丽娜？丽娜出生的时候您在哪儿？丽娜她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您又在哪儿？我告诉你啊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，是吧？父母的心也是肉长的，孝敬父母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禽兽父母另当别论。哎呦，哎呦呦呦，哎呦呦，哎呦，我这心子，哎呦，您这是，哎呦。哦，喂，120吗？这里是金辉大厦。你们两个到网上去看看，咱们律所什么时候上过社会新闻的头条啊？把一个老年人气得心脏病发作了，这明摆着，他是要告我们，而且我敢说是一告一个准。前段时间有一个人在电梯里劝一个人不要抽烟，结果两个人发生争执了，那个抽烟的人急火攻心去医院了，那个劝抽烟的人被人家属给告了。那也没告赢。嘟囔什么嘟囔？老大，您别生气，您放心，肯定没事的。我刚刚去了一趟医院，医生都说了，他根本就不需要住院。那他为什么住院了？他非要闹啊，而且说自己无儿无女，医院也不好赶他，也怕影响不好。他的医药费你出，责无旁贷。你们俩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明摆着，他们这是要赖在你们身上。没关系呀，他喜欢住院，那就让他住好了。我也乐意拿钱让他治治病。哎，丽娜她爸上热搜了，丽娜姐的事在极客上也炸翻天了，好多人在下边留言。你看，你们给评评理啊！自己女儿的家，这亲爹为什么不能住啊？具体是什么情况？您能给我们说说吗？嗨，你们不知道，我这女儿啊，特别的虚荣。自从她到了大城市之后，就没跟我联系过。她还把自己名字改了，她原来叫厉小娜，她把这小字去了，这让我上哪儿找她去啊？不是我抛弃她，是她自己把名字改了，她躲着我。丽娜在哪儿？她在休假，把她叫回来啊！她在海上，游轮上没有信号。我不管她在哪儿，你负责把她叫回来。你告诉她，躲不是办法。自然血亲产生的父母和子女关系，
是基于子女出生的事实来产生的，它不依靠任何法律程序，也不依靠任何人为的方式来终止的。我换句话说吧，我退一万步讲，他的父母要是真是个混蛋和罪犯，你都不能终止和他的父母关系。这对子女是不公平的。说，确实不公平。一个男人年轻的时候抛弃妻子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又要求自己伤害过的儿女进行赡养和照顾，这不等于是惩罚无辜的儿女，鼓励混蛋的爹娘吗？这是以德报怨。对君子以德报怨，对小人还真得以牙还牙。你是打算以德报怨呢，还是以牙还牙呢？那要取决于对方是小人还是君子。我警告你，速战速决，对方可是弱势群体，不要造成一种印象，咱们在欺负老年人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，他对我是百般的嫌弃呀，百般的刁难呐。他生怕他的同事知道有我这么一个爹。古语说得好啊，狗不嫌家贫也。我是没本事，但我是他亲爹呀。他倒好啊，吃好的用好的，他洗把脸还得用一什么仪器。我呢？啊，他亲爹呢？他亲爹是露宿街头，沿街乞讨，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啊！朋友们，你们说说，有这么当女儿的吗？太没良心了吧！罗宾，你给我说句实话，这个黛西是什么来头？不管他有没有来头，我们都不能把他开掉，把责任推到他身上。不是我把责任推到他身上，是原本就是他的责任。是厉伟正，是厉伟正在那儿耍无赖，您我都知道。就算厉伟正是个混蛋，你们家黛西也不是吃素的。这录像我看了，你想再看看吗？天下有没有不是父母？我告诉你，孝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请政府领导别人。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可贵的品质，强烈的正义感。两回事儿，正义感和正义的冲动是两种品质。老大，如果我们把黛西开掉，那就是在跟律所所有的年轻律师说，不要为律所卖命，明哲保身吧，因为你为律所冲锋陷阵，而律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就会把你拉出来当替罪羊牺牲掉。你拿主意吧，你的高级合伙人还没有通过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惯你。你黛西选择吧，谁负责？我负责。咱们又回到当初那个话题了，你为什么要对一个实习生的冲动负责呢？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冲动，而那时候是您站在我前面为我那些冲动负责。如果你需要一名律师，我可以。可怜的孩子，吓坏了吧？我刚才说的话，再说一遍。如果你被告了，你需要一名律师，我可以做你的律师。我是一名很棒的律师，你不用考虑费用问题，我为你免费。另外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律所里所有的人都说了，不许就此件事情发表任何的言论，啊，也不许接受采访，还有就是那段监控录像，不允许把它发到网络上去。那段录像啊，我看了，你不用担心。虽说呢，
你的表现不能算是完美无瑕，但是那段录像啊，充分的展示了什么叫碰瓷儿，什么叫老人变坏了。他那天呀是这么捂着胸口徐徐倒下的，看眼地，可真正的心脏病爆发呀是这样的。柯老师，找律师找我。谢谢。林，我建议啊，你跟黛西最近最好躲一躲，别发声啊，也别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。你的意思是任由脏水泼到我们身上？我的意思是唾面自干。我没那么好的修养，你别误解我呀。那好啊，如果以后有人往你脸上啐唾沫的时候，我一定建议你唾面自干。哎，这唾面自干的书面意思是说别人往你脸上啐唾沫啊，你呢不把它擦了，让它自己干掉。但实际上呢，这是一典故。这唐朝啊，有个宰相叫娄师德，他呢深得这个武则天的赏识，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妒忌。所以呢，他就在他弟弟出外做官的时候，跟他弟弟说我呢现在受到陛下的赏识，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妒忌我，在陛下面前进我的谗言。所以你这次外出做官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事事忍让。其弟贵曰：自今虽有人唾某面，某视之耳，素不为凶忧。翻译成白话文呢，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，哥哥啊，如果有人往我脸上吐唾沫，我就把它擦掉就算了，我一定不让哥哥担忧。娄师德说什么呀？师德忧曰：此所以为吾忧也。人唾汝面，怒汝也，怒视之，乃逆其意，所以重其怒。夫唾啊，不是自干，当笑而受之。什么意思呢？他哥哥说这个呀，正是我所担忧的。别人往你脸上吐唾沫，为什么呀？是因为人家生你的气啊，人家怨恨你，你拿手给擦了啊，这样你就违背了人家的意思，你会加重别人对你的生气和怨恨。那应该怎么着呢？别人往你脸上吐唾沫，你不去擦它，让它自己干掉，而且笑着把这事儿忍受下来。哎，我这跟你说话呢，所以说这唾面自干的意思啊，是说你不要去激怒别人。如果别人往你脸上吐唾沫，你要笑而受之。我就想知道啊，那兄弟俩后来怎么样了呢？武则天改唐为州，定东都洛阳为神都。这哥哥娄师德呀，得到了重用，出将入相，屡建奇功啊。那我想请问，那个唾面自干的弟弟又怎么样了呢？历史上没有记载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你必须交给我处理啊，我处理比你处理更合适。你现在已经被人贴上了无良律师的标签，不管你在做任何事儿，别人都会对你指指点点。我喜欢被人指指点点，我不喜欢。这是你的休假申请表。这是我5年前的休假表吧？依然有效。你从明天起开始休假，你的工作暂时交给何塞。好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说，绝不能把责任推到助理或者临时工头上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会让你负全责，比方说，吊销你的律师执照。